3个月后，全球金融危机真的会爆发吗？而这场危机对普通人来说，竟可能是一生一次合法抢劫般的报复机会。听起来难以置信，但请先别急着怀疑。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充满悬念，美国政府和美联储会不会见死不救，反而主动引爆一场危机，以实现一次大洗牌？更惊人的是，关税会不会只是美国自导自演的赖账计划？全世界如今都在疯抢黄金，难道黄金避险本身也是骗局？面对这一切，我们普通人的财富还有最后的逃生机会吗？这个话题听上去既刺激又复杂，但请放心，我们会用轻松有趣的方式抽丝剥茧，一步步揭开谜底。从美国6月即将到期的天量债务讲起，我们将综合探背后的经济博弈、历史教训和未来机会。在视频的最后，我们还会给出普通人如何应对这场可能到来的风暴的建议，所以一定要看到最后，错个细节都可能错过时代给予我们的最后机会哦。现在坐稳了，我们的故事要开始了。2025年6月，有一颗巨大的债务炸弹正倒计时般的滴答作响，美国政府将有高达约 6.5 万亿美元的债务集中到期。6.5 万亿是什么概念？相当于美国全年 GDP 的1/4还多。想象一下，一个人欠了一屁股债，短短几个月内就要连本带息偿还1/4的欠款，这压力会有多大？美国政府正面临这样的困境。过去几年，美国举债如同抽水机，国家总债务从2019年底的约23万亿美元飙升到现在超过36万亿美元。疫情后的超宽松政策、持续的高赤字开支，让债务雪球越滚越大。而2025年恰恰是个还债高峰年，全年需要再融资的债务高达9万多亿美元，其中超70%集中在上半年，尤其6月就是最大的还债峭壁。这么短时间内要筹措6万多亿美元来还旧债并支付利息，美国财政部该怎么办？无非就是发行一大堆新债去还旧债，俗话说借新还旧。可问题是，现在的市场愿意继续买美国国债吗？要知道，美联储过去1年多疯狂加息，导致全球资金成本大幅提高，美国10年期国债利率在不断上升，债券价格则持续下跌。买债的人都有2大担忧，一是美国还能不能还得起利息，二是如海量的新债发行会不会砸崩债券价格。如果找不到足够的接盘侠来买单，美国政府就可能出现资金链断裂、债务违约的恶性事件。这可不是小事，一旦美国国债都还不出，那全球金融体系都要跟着地震。毕竟美元和美债被视为全球最安全的资产之一，如果它出问题，避险资产的避风港都没了，市场将陷入恐慌。那么美国能轻松度过这个6月债务炸弹吗？表面看，美国还有一些应对办法，比如提高债务上限，财政部动用特别手段先撑一撑等等，但这些只是缓兵之计，借新债终究要有人买。而眼下有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海外投资者正日益远离美国国债，美债的最大买家们兴趣大减，这使得6月融资大考更具不确定性。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美国的债务已经高到没人相信它会全额偿还，只希望它一直滚动下去。但现在利息负担剧增，美国光利息1年就上亿美元，财政已经吃不消。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浮现，美国会不会无法撑下去，债务游戏迎来最后的崩盘？既然前景如此严峻，美国决策层总不会坐以待毙吧？这里我们大胆猜想，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可能已经默契筹划了一场先破后立的战略，也就是先允许甚至主动引爆一场金融危机，然后再以救世主姿态重启经济。听起来像阴谋论，其实并非空穴来风。想象一下，当前美联储正被通胀问题困扰，利率维持高位让经济不堪重负，但如果贸然降息救市，又怕通胀卷土重来，两难之下怎么办？也许一次适度的危机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契机。危机一来，资产价格暴跌，通胀压力瞬间消退，人心思变，财政和货币政策就有了大展拳脚的空间。也就是说，美联储可能选择见死不救，任由市场在6月前后因为债务问题或其他导火索而出现崩盘。短期内，金融市场哀鸿遍野，股票暴跌，企业倒闭，
甚至银行出问题。听起来可怕吧？但对于手握印钞机的美联储来说，这反而是施展宏图的绝佳时机。当市场恐慌到极点，美联储再宣布大放水，重新开启印钞模式，祭出降息和量化宽松的组合拳。政府也趁机推出刺激政策，如此一来，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开闸放水，不怕被人指责制造通胀。毕竟救市如救火，没人顾得上挑刺了。这种先痛后爽的剧本，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我不是在暗示有什么阴谋，但政策制定者有时确实倾向于用危机来换药方。与其被动等待债务压垮，不如主动引爆一个点，让系统出清一些泡沫和坏账，然后再从废墟上重建信心。这种大破大立的思路可能正在高层的脑海中盘旋。当然，政府方面也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没有哪个在任总统愿意在任期内碰上大崩盘，政治上太丢分。另一方面，如果崩盘无法避免，那么不如先发制人，把坏消息集中引爆，在可为内爆发，反而有利于迅速走出泥潭。这就像一次精心策划的烧荒，短暂的野火烧尽枯草，反而为新绿腾出空间。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美国的决策者们可能已经达成某种默契，先允许金融风暴来临，借危机之名处理掉部分通胀和债务难题，然后再以救世主姿态印钞救市，启动新一轮经济周期。而在这个过程中，那些提前布局的人将有机会大赚特赚。这其实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合法抢劫的含义，通过制造或利用通胀和市场波动，实现洗劫债权人和持币人的财富，让有准备者暴富的效果。要验证上述猜想，我们先看看当前市场已经露出的端倪。首先是美国国债价格的持续塌方。过去1年多，美国国债价格一路下跌，收益率飙升，这意味着债券投资者在抛售，没人愿意再以低利率接盘救债。这背后有几个原因：一是美联储加息导致新债利率更高，旧债自然无人问津；二是全球主要央行和投资者对美国的偿债能力起了疑心，美国的信用光环正在褪色。这里出现了一个危险信号，美国的国家信誉正受到挑战。早在2011年，美国因为债务上限僵局就被评级机构标普史无前例的降级，而2023年8月，另一家评级巨头惠誉也下调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理由是债务失控和政治僵局。想想看，美国曾经是全球金融的定海神针，如今却被质疑信用不佳，这象征意义多么强烈。再看海外投资者的动作，多年来，日本和中国等国是美债最大的海外持有人，但最近2年，这些国家却在不断减持美国国债，中国持仓降到了1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日本也在逐步减少买入，就连过去对美债情有独钟的产油国和欧洲央行等官方机构也不再增加储备。这说明什么？说明大家都在悄悄给美国的信用打折扣，不想再当冤大头。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金融体系也频频拉响警报。从去年开始，美国出现了一波银行倒闭潮，先是2023年3月硅谷银行暴雷，接着签名银行和第一共和银行也接连倒下。表面看每家银行暴雷的导火索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在美联储急速加息下，持有的大量债券资产价格暴跌，引发严重亏损和挤兑。简而言之，美联储快速加息戳破了金融体系的隐患，让一些薄弱环节断裂。尽管监管部门火速接管和救助，避免了更大范围恐慌，但投资者心中的阴影仍然挥之不去。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自己的银行？更何况，美国许多中小银行还背负着商业地产贷款这颗雷，随着经济放缓，这颗不定时炸弹之可能引爆。银行体系一旦爆发更严重的问题，势必进一步动摇对美国金融稳定和信用的信心。综上，我们看到的是危机前夜的一幅图景，债台高筑，借新还旧艰难，海外金主纷纷退场，不再买账，银行体系暗流涌动，信用危机隐现。美国的信誉仿佛一座高楼，正在被抽走一根根支柱。回想历史，1971年美国单方面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实际上就是一次赖账，把欠全世界的黄金一笔勾销，借助美元贬值来转移债务压力。今天，
美国会不会重演类似把戏，以某种方式对累累债务耍无赖呢？现在全球投资者已经有警觉，似乎正在用脚投票。说到赖账，美国还有一个合法赖账的高招，那就是让美元贬值。相比直接赖着不还，美元贬值更隐蔽，却能达到类似效果。欠债的人用毛了的钱还债，相当于变相打折还钱。而对于债权人和持有美元资产的人来说，这无异于财富被洗劫，这就是所谓合法抢劫的真谛。美元会怎么贬值呢？通常有2种路径，一种是通货膨胀，也就是大量印钞发钱，让美元购买力缩水；另一种是汇率下跌，让美元对外贬值。无论哪一种，结果都是持有美元的人变穷了，欠美元债的人轻松了。在巨额债务的重压下，美国或许正打着这样的算盘，稍晚一些开闸放水，引发新一轮通胀和美元走弱，以悄然削减实际债务负担。与此相对应的是金价的飙升。过去2年里，我们已经看到黄金价格节节攀升，各国央行甚至在疯狂买入黄金。2022年和2023年全球央行购金量连续创下历史新高，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国都在大量囤金，甚至一些中小国家也在争相增持黄金储备。民间投资者同样涌入黄金市场，金饰和金币以及黄金 ETF 的需求都非常旺盛。金价从每盎司1000多美元一路涨破2000美元，并在2025年初继续冲高。这种美元贬值与黄金升值的跷跷板效应，其实反映了市场对未来局势的预期。大家都在为美元信用下滑做准备，视黄金为对冲手段。当年70年代美元狂贬的时候，黄金价格曾上演10倍的疯涨行情。如今会不会历史重演呢？值得玩味的是，美国官方对黄金的态度也很微妙。表面上，美联储和财政部很少谈论黄金价格，但别忘了，美国坐拥全球最大的官方黄金储备，据称有8000多吨。美元一贬值，黄金价格上涨，美国官方储备的账面价值也跟着飙升。说不定这也是美国一箭双雕的算盘，一方面通过通胀和美元贬值削减债务，另一方面手里的黄金资产升值，这算不算某种意义上的自救呢？当然，也有人提出疑问，如今全球疯抢黄金，会不会也是个骗局？毕竟当所有人都一窝蜂去买某种资产时，往往也是风险在集聚的时候。会不会美联储在最后关头突然不按常理出牌，强行加息或想办法打压金价，让追高的人被收割？这种阴谋论听着刺激，但可能性并不大。从现实看，黄金的牛市主要还是由货币环境和避险情绪驱动的。只要美元走软且危机预期尚在，黄金就难以出现大跌。当然，短期波动难免，大玩家们也可能利用消息打压金价洗盘。所以黄金并非没有风险，只是相对纸币和股票，它仍是不太坏的选择。前面铺陈了这么多危机苗头，你可能会问，导火索到底会是什么？债务高筑是底层风险，但还需要一个触发点将其引爆。有一种猜测是，贸易关税可能会充当那根导火索。为什么是关税？这里不得不提到美国政坛最近冒出的声音，有人主张对进口商品征收全面高关税，以保护国内就业和产业。这听上去是贸易政策，跟金融危机有啥关系？其实关联大了。一旦美国对主要贸易伙伴大幅加征关税，全球贸易将受到打击，物价也可能上涨。这可能引发2种后果：其一，国际关系紧张，市场信心受挫，投资者开始抛售风险资产；其二，进口商品变贵，美国通胀重新上升，美联储进退两难。更阴险的一种说法是，美国可能借关税来赖账。怎么讲？比如美国欠着别国一堆债，直接不还肯定不行，但我可以通过关税把你的钱收回来。举个极端例子，美国欠某国100块债不想还，就对该国商品收100块关税，从另一个口袋把钱拿回来。你看，表面上债务照还，其实等于没还。这当然是戏谑的说法，但关税的确可以在经济上达到惩罚对手、转移自身债务压力的效果。此外，发动关税战引发的全球市场动荡，还可以为美联储提供再度印钞的理由。届时，美联储可以把责任全推到贸易战上。瞧，
都是贸易战把经济搞崩了，不怪我们的货币政策。于是他们就能心安理得地重启宽松，把责任甩锅给关税和他国。可以说，关税在某种剧本里充当了一个黑锅侠的角色，真实目的也许是引爆危机、洗牌债务，表面理由却是维护贸易之类的冠冕堂皇说辞。当然，这只是推测，并非说阴谋一定存在，但从最近的迹象看，贸易摩擦的阴云确实在聚集。假如未来几个月美国真的采取激进的关税措施，尤其针对某些主要经济体，下游效应可能不止于贸易本身。我们要警惕，关税或许只是烟幕弹，真正的意图可能是引爆更大的金融风暴。如果这一切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不妨回顾一下最近的2次大危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的新冠金融风暴。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常常惊人的相似。我们能从中找到市场节奏和资本运作逻辑的蛛丝马迹。先看2008年，当年美国次贷泡沫堆积如山，终于在9月引爆，雷曼兄弟倒闭，金融体系陷入冻结，股市在短短几周内腰斩，无数投资者财富蒸发殆尽。然而，就在最黑暗的时刻，转机出现了。美联储和财政部联合祭出救市大招，利率降到接近0，推出大规模刺激计划，直接出手救银行、救企业。市场信心逐渐恢复，股市在2009年初触底回升，随后开启长达10年的大牛市。回头看，那场危机中有2类人暴富了，一类是提前看到泡沫破裂迹象，做空市场或及时转入避险资产的人，他们在崩盘时赚得盆满钵满。另一类是敢于在绝望中抄底的人，比如有人在最低点大量买入优质股票，几年后收获数倍回报。再看2020年初的新冠危机，这一次来得更突然，疫情全球爆发，引发经济停摆，股市在3月份经历了史诗级暴跌，道指甚至史上最快跌入熊市，很多人惊呼大萧条要来了。然而剧情急转直下，美联储前所未有的开动印钞机，直接推出无限量 QE， 财政也大放水发钱，利率降至0。结果股市在3月下旬触底后快速反弹，仅用了几个月就收复失地，随后创出新高。可以说2020年的危机成为史上最短命的熊市，而有准备的投资者又一次抓住机会，一些人在暴跌时买入科技股，到了年底已经大赚特赚，还有人趁低吸纳了比特币、黄金等资产，随后价格飞涨，实现财富跃迁。这2次危机告诉我们什么？危机往往是风险与机遇并存，当大多数人恐慌割肉逃命时，少数冷静的人在悄悄布局。当政策转向，市场回暖时，他们就一飞冲天。而对于掌权者来说，每次危机也是重塑金融秩序的契机。2008年之后，美国加强了金融监管，央行权力更大。2020年之后，全球又开启了新一轮债务与资产价格膨胀，赢家依然是那些顺势而为的人。那么，如果2025年真如我们推测般迎来一次金融巨震，市场节奏可能如何？或许一开始会有某个导火索触发，市场急剧下跌，可能是债务违约的黑天鹅，或者贸易冲突的升级，亦或银行连环倒闭，资产价格暴跌，恐慌情绪像传染病一样蔓延。甚至可能出现这样一幕，连平时不炒股的大爷大妈都在感叹这下完了，大家悲观到仿佛明天经济要崩溃。在股市论坛上，天台见的梗再次流行，这句让人上天台跳楼的戏谑用语，往往也是市场情绪见底的写照。然后呢，正当一切看似绝望时，美联储很可能会像漫威电影里的超级英雄压轴登场，宣布强力干预措施，也许是突然降息，也许是推出某种紧急流动性工具，又或者干脆重启大规模资产购买。不管形势如何，目的只有一个，止住恐慌，拖住市场。与此同时，财政部也可能协调出台刺激方案，比如紧急纾困法案、减税，甚至直接向居民发钱。总之，各种政策组合拳再次上演，市场则可能应声而动。一开始投资者半信半疑，随后逐渐企稳反弹，那些在谷底敢于进场的资金将获得丰厚回报。一旦局势稳定下来，新一轮资产泡沫或财富重分配也悄然展开。正所谓风水轮流转，
明年到我家，每一次大危机都会让一批旧有的富人破产，也让一批新人抓住机会暴富。在2025年的剧本里，结局大概率仍会如此。聊了这么多，现在最现实的问题来了，如果真的出现我们推测的剧本，普通人应该如何进行资产配置，才能既保住财富，又抓住机遇呢？这里我们提供一些原则性的思路，供大家参考。第一，提前配置避险资产，保住自己的买命钱。买命钱就是关键时候救命用的资金。放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避险资产无非几类：现金、黄金和其他贵金属、高评级债券，以及一些防御性很强的必须消费类股票等。其中黄金和现金尤其重要。黄金是对抗法币贬值和信用危机的利器。我们前面已经分析了黄金的作用，但黄金也有波动，因此持有一些现金或流动性很强的资产也很必要。现金最好是多样化的货币，不要全部压在单一币种上。比如可以保有一部分美元现金，以防短期流动性紧张时美元突然走强。危机初期，往往美元会因为避险而暂时升值。也可以持有一些其他相对稳定的货币或资产来分散风险。第二，不要过度杠杆，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危机来临时，杠杆高的人最先爆仓，被迫贱卖资产，而投资分散的人则更从容。因此在危机前夜就要检查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尽量降低负债率和杠杆水平。投资品种上，股市、债市、房产、商品等都可以适当配置，但比例要均衡，尤其要注意避免全仓压住高风险资产，比如单一国家的股票或单一币种的债券。第三，也是最关键的，准备好在惊慌中抄底优质资产。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极难，因为这反人性。真正危机爆发时，媒体铺天盖地都是末日论调，你看着账户市值腰斩，谁还有勇气买入呢？但回顾历史，每次巨幅下跌过后，那些跌得最惨但基本面依然健全的优质资产，往往会迎来最强劲的反弹。所以我们需要预先制定计划，比如果某蓝筹股跌了 50%， 或者黄金在剧烈震荡中被砸盘大跌，或者某国债收益率飙升到极端值，到了那时，我们就按照计划分批买进。而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在危机前留有余力，留足现金。这也回到第一点，保留一定的现金仓位，就是为了在关键时刻有子弹可以投入战场。那什么时候是抄底的最佳时机呢？没人能精确踩到绝对最低点，我们只能根据信号渐进式布局。通常当新闻铺天盖地全是坏消息，连平日不关心财经的人都开始恐慌，甚至出现银行挤兑、群众抢购等社会恐慌情绪时，往往离市场底部就不远了。另外还要关注政策动向。当你发现美联储的态度突然从紧缩转向了强力救市时，基本就可以确认地板大概在那里了。总之，要做到胆大心细，既不能盲目乐观过早接飞刀，也不能过度悲观错失谷底良机。第四，危机中稳住心态，不盲从，不恐慌。避险不仅是物质层面的，也是心理层面的。切记在市场最恐慌时，把自己辛苦持有的避险资产卖掉，去换那正在暴跌的风险资产，或者反过来在泡沫顶部抛出安全资产，去追高风险资产。这需要我们平时就想好，如果真的遭遇市场腰斩，我该怎么办？提前在脑中演练几遍时，才能处变不惊，不轻信小道消息或所谓大神的指令，坚持自己的策略和判断。那么站在此时此刻，我们普通人可以具体做些什么来提前布局，应对这场可能是最后一次的财富重新洗牌呢？以下是几点具体建议，帮助大家在风暴来临前做好准备。充实金融知识，越是动荡时期，知识就是力量。了解宏观经济趋势，学习基本的投资组合管理，避免被市场谣言牵着鼻子走。比如现在你在主动获取信息，这就是很好的开始。继续关注可靠的财经来源，提升自己的判断力。适度增持硬资产，硬资产指无法被无限印刷的资产，比如贵金属、优质地产，甚至一些稀缺资源。这些东西在货币大贬值时，通常能相对保值。当然，投资地产要考虑地点和流动性，危机时不好出手的资产不宜过多。
分散配置货币和海外资产，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开设海外账户或购买一些非本币计价的资产，降低单一国家风险。比如在亚洲的朋友可以考虑持有部分美元资产，而美国的朋友也可以适当关注海外市场机会。多元化是穿越风暴的关键，保持必要的流动性，不要把现金全部变成长期投资而无法迅速支取。在危机中，现金流比账面利润更重要，准备一笔应急现金储备，以防失业或其他紧急支出。财富再多，渡不过危机也徒劳无功，所以确保基本生活无忧始终是第一位的。警惕骗局和过度乐观，越是在人人都渴望发财的时候，越容易被骗子钻空子。什么保本高收益、一夜暴富的机会，十有八九是陷阱。在剧烈变动时期，保证自己不上当受骗，同样是在保住财富。最后，还有一点常被忽视，心理建设。面对可能的巨变，我们既不能惊慌失措，也不能盲目乐观、孤注一掷，要保持冷静的心态，一分为二地看待风险和机会。请记住，财富永远属于那些做好万全准备的人，不会眷顾那种幻想不劳而获的人。好了，我们聊了很多，从美国债务炸弹、潜在的金融风暴，到美元贬值和黄金狂欢，再到历史经验教训，最后给出了普通人的应对之策。信息量是不是很大？不管你是已经未雨绸缪，还是刚刚意识到问题的严峻，现在开始准备都不算晚。正所谓危机二字，拆开来看就是危险和机遇并存。也许3个月后是否真的有金融危机，谁也无法100%确定，但提前布局绝对不会让你吃亏。与其等风暴来了才手足无措，不如现在就行动起来，为自己的资产买一份保险，为可能的机会留一份准备。如果这场巨变真的是一次一生一次的合法抢劫，那我们就要努力站在不会被洗劫，反而能从中获益的那一侧。希望今天的分析给你带来一些启发。如果你觉得内容对你有帮助，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这样你就不会错过后续更多的深度解析和最新动态。同时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你觉得美国真的会在2025年引爆危机吗？你又准备如何应对？让我们一起交流，抱团取暖，共度可能的风暴。记住，黎明前的夜最黑暗，但撑过去的人迎接的将是新生的曙光。我们下期视频再见。